正面对质的时候，龙却改变了说辞：“我没有杀害他啊！”想要跟警察玩游戏吗？欢迎来到 Holiday， 我是喜娜。今天是由我来跟大家分享社会单元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2018年上映的台湾是翻《七罪追缉令》，韩文是叫《암수살인》，中文直翻的话是暗数杀人。男主角呢是朱智勋演的，他是改编自釜山的一个真实事件。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，我是去韩国电影院看的，我看得非常痛苦，因为他从头到尾都用釜山腔，因为真实事件是在釜山发生的。무슨 소리고? 기체를 옮겼다는 게? 한 6, 7년 전에 사연자가 시커먼 비닐봉다리 하나를 묻은 적이 있거든요. 근데 여기 사람 같더나? 然后它电影的内容跟真实事件大概有8、9成的相似，里面的犯罪情节都非常的真实，全程都是用釜山腔，所以我看得超痛苦。那时候看完想到这部片到底在演什么？那这个电影的一开头呢，其实它有解释说암수살인暗数杀人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？有被害者的存在，但是没有人报案，也没有发现遗体，然后是在警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杀人案件，叫做暗数杀人。我查到根据实际上警方的说辞呢，暗数杀人这个名词是没有在使用的，他们有在使用的呢是叫做暗数犯罪암수범죄，跟电影解释的有点类似，就是有被害者，可是警方不知情，然后没有人报案的情况下发生的犯罪事件叫做暗数犯罪。电影的大纲呢，就是在讲说里面有一个警察，他接到了一封来自监狱的来信，内容呢就是犯罪者他把他所有做过的案件、杀过的人，他都把它写在一封信里面，一封自白信寄到警方那边。这个警察呢发现自白信里面写的案件几乎都是没有被人家报案过的，然后也没有找到遗体的。警方就是根据自白信，他要去追寻线索，去找找看真实有没有这些被害者。真实的事件里呢也是一模一样的内容。2010年的10月出场的人物呢是釜山地方警察署毒品搜查队的金正秀刑警，已经当了29年的刑警，收到了一封来自监狱的信件嘛。这个信件的主人是谁呢？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个重点人物，他叫做伊都弘李斗弘，当时是46岁。那一封信的内容呢，就是写着他至今所有的杀人名单。他又为什么认识金刑警？他们两个的渊源是怎么开始的？我先从这个地方开始讲。警警在办案的时候呢，他们通常都会放很多的线人，帮忙警方搜寻证据、找寻情报。不管是电影也好，我们之前社会事件也好，都有提到过这样子的内容。金刑警啊，他当时也有很多线人嘛。2010年的9月1号这一天呢，透过一个线人认识叫做姓李的人，就是李斗弘。可是因为这个金刑警呢，他是毒品科的嘛，所以他当时透过线人提到的情报呢，是说我这边有个线索是什么某某某毒品在某个地方，然后进行什么交易，有一个人想要跟你见面，他就拉线。金刑警当时说，他一开始在见到李斗弘的时候，对方也有点像流浪汉，披头散发这样子。李斗弘就跟金刑警说呢，有人拜托我要把某一个东西埋起来，是用一个黑色塑胶袋装的。我看了一下，里面好像是尸块。这个金刑警他就很沉住气的跟他说，那这个事情是谁指使你的呢？李斗弘就说是那个开赌局的陈社长，因为我在那边欠了很多的赌债，他跟我交换条件说，如果埋了这个尸块的话，他就会撤销我的赌债。金刑警就问李斗弘说，你把这个尸块埋在哪里嘞？讲到这里呢，李斗弘他当然就不愿意开口嘛，他其实是想用这个情报交换一些利益，所以他就跟刑警说，会有什么好处吗？金刑警听到他就觉得说，对方就是要跟他交换条件，但他不想要吃他这一套，所以他就起身准备要离开。这个李斗弘呢，他就抓住金刑警说，你找找看2003年住在大邱的申秀仁这个人看看。巧妙的呢讲了一个很委婉的线索给金刑警。金刑警听到之后呢，他就赶快回去警察局要找资料嘛。找到的呢是2003年06年申秀仁他有被通报失踪，报案的人是他的儿子。妈妈那一天接到电话，出门之后就失踪了。这个金刑警当时就觉得李斗弘讲的这件事情有可能是真的。又过了几天，9月7号，李斗弘又打电话给金刑警了，你一个人出来，我要跟你自白这样子。见面之后呢，金刑警就觉得说李斗弘不太对劲，他感觉很急迫的，好像有在被人追赶的感觉。李斗弘就对金刑警说， 3일만 시간 주세요. 3일만 시간 주면 내가 모든 거를 자수를 하고 형님한테 자수를 하겠습니다.
可是呢，突然间釜山西部警察署的警察冲出来逮捕了李斗宏，说他是现行犯，罪名呢是杀害了一名黄姓女子。所以后来呢，这个李斗宏就进监狱了嘛。那我们就来讲这个案件。当时这个釜山西部警察署其实已经追查李斗宏一阵子了。杀害黄姓女子这个案件呢，实际是发生在9月3号。以时间序来说呢，9月1号呢，李斗宏见了金刑警。9月3号呢，他杀害了这个黄姓女子。9月7号呢，他又约了金刑警。因为9月3号杀害了黄姓女子，被警方盯上，后来被逮捕。这个黄姓女子呢，她是在酒店上班的一个女生。根据李斗宏的说辞呢，碰到这个女生就想要跟她玩玩看能不能一起出去约会啊什么的，可是对方却呛我说你没钱还敢跟我玩。因为我就觉得被鄙视，然后我就对她施暴，后来我就是用绳子把她勒死了。之后呢，这个李斗宏他就抢走了黄姓女子的信用卡之后逃跑了。后来呢，因为他就是有信用卡的记录嘛，所以警方就是根据这个信用卡的记录找到了李斗宏，当时是被判15年的有期徒刑。2个月之后嘞，李斗宏又打电话了给这个金刑警，要求他来探监，就说我有话要跟你说。金刑警他就拒绝面谈，他就说你跟我有什么话好讲的，如果有什么话你就写信来吧。这个李斗宏就真的写了信给金刑警，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这个落长的这个自白信。金刑警收到信之后，看到内容当然是大为震惊嘛，前往监狱要去看李斗宏，追更多的线索。这封信的内容到底是不是属实？它里面呢提到说他杀了11个人，洋洋洒洒写了11个案件，最后一个案件就是他杀害黄姓女子这个案件。撇除掉这个案件不讲，这个信件全部属实的话，他等于是犯下了10个罪行，他杀了10个人，非常严重。金刑警当然就是赶快冲到监狱去确认这件事情。那这边有一段金刑警他去探望李斗宏实际的录音档给大家听一下。 보고 싶어하지. 인상 먹을 수는. 지금 뭐 할 게도 말이야. 김연서 한번 해볼까? 왜 찍으려고? 내가 웃자려고 임마. 김연서 나한테 말해야지. 니 임마 해줘야 될 거 아이가 내인데 자식아 임마. 뭐 해줄 거 그럼? 뭐 해주면 놀라? 양국도 참 좋았어. 엄마 따르다. 가비나. 나 부산 부치시면 했잖아요. 电影呢，其实里面有提到说，金刑警呢，他不停的去找李斗宏。实际上呢，金刑警真的几乎就是每周3、4次去找李斗宏，套他的情报。李斗宏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狡诈的人。根据这个犯罪心理学家的说法，他其实是有一点想要跟警察玩游戏嘛，因为他没有写得很钜细靡遗，他就是把关键字写下来，在哪个地方几岁，我在做计程车司机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然后我就看他不爽就把他杀掉。那当然警方就要去追这些线索嘛。李斗宏感觉就是要玩弄警方吗？有一种操控人家心理的感觉。他总共写了11个案件嘛，扣除掉最后一个，那这10个案件呢，其实至今没有全部被破案。那我现在要讲的是其中2个，当时警方有追出一些线索的。第一个案件呢，是在李斗宏自白信里面第2样的，刚刚有提到住在大邱的申女士。详细的案件呢，这个申女士她在2003年6月1号被报案失踪，报案者就是申女士的儿子。儿子当时有表示说，他妈妈有一个同居的男朋友，家里有一个很长的武士刀。在妈妈失踪之前呢，我很常看到妈妈包着手去医院，明显的妈妈被这个同居男子施暴。那这个同居男子是谁呢？就是李斗宏。妈妈失踪之后呢，当然警方也有调查他周边的人物，也有调查到李斗宏。可是李斗宏当时因为有不在场证明，就是说他人根本不在大邱，然后也没有实际的证据，所以这个李斗宏呢，他没有被警方列为嫌疑人士，然后也查不到妈妈最后失踪前的通话记录到底是跟谁通话，也查不到这个内容。金刑警开始去追他的这个案件嘛，在这样子来来回回的心理战跟这个李斗宏的面谈当中，追他的说辞等等，
等等等。最后呢，终于李斗宏他自己画了一张非常简单的地图，根据这个地图呢，去追到申女士被埋起来的地点。她当时已经是失踪10几年的状态，除了挖到了遗骨，还有一些犯案工具。这边有一小段当时发现的画面。나왔어요. 배 같은데 맞지? 맞다 써. 警方找到这个遗骨之后呢，也去做 DNA 检查鉴定，也确实就是这个申女士。去跟李斗宏正面对质的时候，李斗宏却改变了说辞，我没有杀害他啊，我只是帮人家藏这个尸体而已啊，所以我才会知道地点，我从来都没有说我有杀他。到这边呢，其实跟电影演的非常类似。根据这个犯罪心理学家说辞呢，他应该是认为说这个事件已经过了10几年，警方只找得到遗骨，根本没有办法找到实际的证据，而且包含他犯案工具的指纹也已经被抹掉了，所以呢他才会这样翻供。根据警方跟检察官调查的结果呢，认定李斗宏他是有杀人嫌疑的。遗骨被找到的同年10月被判无期徒刑。这个李斗宏后来呢又向金刑警坦诚说，之前当计程车司机的时候呢，还有杀害了一名女子。当时是我的乘客在我的车上乱吐啊，他又态度很不佳，看他不爽我就把他杀掉了。可是呢，当金刑警在去追问的时候呢，这李斗宏又不愿意透露说女乘客真实身份是什么。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第2个案件。金刑警听到这件事情之后，他就锁定了一个关键字：计程车司机。李斗宏他11项罪行里面写了非常多的关键字，就有计程车司机、卖场跟女性这3个关键字是他一直提到的。金刑警就根据这几个关键字追查了这个案件。李斗宏他在当计程车司机的年份呢是2004年到2006年，而且他在这个时间点很常出入酒店。金刑警就根据这个时间点去搜寻失踪者名单，也真的找到了一个符合条件的女性，叫做李顺熙。她是在2005年7月失踪的，当时29岁，也是在李斗宏他当计程车司机的任期内。金刑警呢就锁定了这个李顺熙，要去质问李斗宏。他带了非常多被害者的照片，其中呢就埋了一张李顺熙的照片。我觉得这个金刑警当时有点跟他是心理战，他就去观察李斗宏看到每一张照片的表情去分析，结果呢看到李顺熙的照片的时候表情立刻变了。金刑警就立刻质问他说，你是不是认识他？他到底在哪里？赶快跟我说。这样子李斗宏回答就说，我才不认识他嘞，我怎么可能白白跟你说这些内容嘞？要我讲线索给你可以啊，那你帮我准备这些东西。他就从他的口袋拿了一张纸条出来，上面就写了说，我要花生，我要乌贼，我还要2080是一个韩国品牌的一个牙刷，然后我还要泡菜，就是用这个条件要跟金刑警交换就对了。可能有部分有答应他的条件，这个李斗宏他就又画了一张图给金刑警说女子就藏在这里等等的。那这边实际也有当时要去找李顺熙遗骨的画面。这2个案件呢，一个是有找到遗体的，一个是最后没有找到遗体嘛。到了2017年的11月3号，金刑警他在追查线索的中间有中断过。这一天呢，李斗宏他又寄信给金刑警，一样又写了一些犯案内容。这次他没有要求什么东西，我没有要求金钱或物品的交换，我只要求你可以来探监这样。可是呢，就在金刑警他准备起身要去探监的这中间，过了几天之后，李斗宏就在监狱里自杀了。2017年之后呢，其他的这些案件没有被侦破，一直到现在金刑警他都还是有根据这些自白信持续的在找线索。那我实际上也看到了许多访问金刑警的片段，那金刑警也说呢，去探监然后去找寻这些线索的中间呢，被很多人说闲言闲语，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，你怎么跟杀人犯谈交易呢？怎么会听信杀人犯的说辞呢？觉得他太傻了。但是呢，这个金刑警他觉得他做的事情是对的，就算他白做工了，也有一丝丝的线索他也要去找的。我看到一个节目的 PD 就问他说，重新再来一次，你还会再做一样的事情吗？金刑警有说，我还是会做一样的事情。那我后来还有查到一个内容呢，当过30几年经历的韩国刑警说呢，在他当警察这段期间，他有收过非常多从监狱寄来的信，大概有20多封信吧，通常不是自白信，信件内容都是提到说目睹到其他犯罪内容，或者是我参与过其他犯罪内容。这些受刑人就是想
要利用这些情报来交换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啦。实际上，根据这些情报破的案子，只有几件毒品的案件，而不是杀人犯。最后呢，提到《七罪追庆历》这部电影在上映的时候呢，其实有受到一些反弹，因为跟实际的内容实在是演得太像了，包含一些小细节都是非常相似。有自称是受害者家属的人跳出来说不应该去播放这样子的内容，当时有闹了一个新闻这样。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《七罪追庆历》这部电影的实际案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。我是喜娜，大家下次见喽，拜拜。